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我们节目的是一对中国体育界重量级的夫妻。我说这个重量级不是像我一样体重大啊，但是他们得的奖牌这个分量是重量级的。他们是谁呢？我们看一眼大屏幕啊。冬奥冠军归来，首次接受媒体专访。科教频道点亮智慧人生。申雪赵宏博，讲述金牌背后的人生故事。练那个四周跳，摔得确实很重。摔到冰上以后，我半天爬不起来。爱拼才会赢。今晚8点，科教频道8点非常故事会特别奉献。人生贵为坚持，最能成功。王者归来系列，敬请关注。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今天的这一对嘉宾，申雪赵宏博。欢迎欢迎，蓬荜生辉，请坐。谢谢。我们再一次用掌声欢迎他们的到来。很高兴能够来这里。你们能不能既然来到现场，就让我们现场的观众再激动一回？当然不能让你们在这儿再滑一遍哈。但是你们那个。是不是带来了啊？对呀、能不能让我们看一看真的？这颗金牌已经被很多人挂过了，是吧？我们回来送给了让教练挂过，是吧？队医挂过，很多人都是还没有电视主持人挂过吧？对，我先挂一个，我先挂一个试试。还挺沉的，真的。我们镜头来给个特写。我头一回看见这儿像荷叶一样，对，这样的啊。听说是加拿大是很注重环保的，然后我听说有人说这是用手机的废料合成做成的，还有人说这是用木头，这材质是木头的。不可能，这多重啊！这个。而且包括它的纹路，也有好多人说就是不同的，每一块金牌都是不同的。对，它代表的荣誉，那比这么一大块金子要值钱更多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我也算开了眼了。来，请坐。您也知道，我的儿子呢，也是学冰球。对。你们花样按说跟冰球可能是缘分最近的，对，这样一个项目，你们也和就是我所知道的我儿子那样，那么小就开始了吗？对，我们是从6岁开始学习滑冰的。你们俩都是6岁开始的？对，都是从6岁开始，但是他们的6岁不是同一年。但是都是从6岁开始的，对。就一双小小的冰鞋，就上冰了。对，当时我记得还是在室外的冰场。那得多冷啊！在哈尔滨8区，然后滑的都是室外的冰场。在那个地方，室外30多度零下，据说当年还有比那更冷的时候。你们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室外温度上滑起来的吗？对，它那时候不仅冷，而且有的时候还有风。当你去用力的往前蹬一脚的时候，可能还会被风给你刮回来。但是你们这个苦头都是要吃的，是吧？对，都是要吃的。摔跟头是在所难免的。以前呢，我是和另一个舞伴练习双人滑，叫谢毛毛。我们曾经拿过全国第7届全运会的冠军。第7届全运会的很多年前了。对，然后女孩子因为身体的原因，人家退役了。对，退役了。哎呀，把你给甩了单儿了。然后就小雪就出现了。对。当时姚教练就带他一个人来的，还是领了一大串女孩子过来让你挑一挑？
当时呢是4选1吧。哎呀，真带了一大串。我总能幸福一点啊。你往哪一坐啊？过来我看看。没有，太过分了。没这样。当时呢是4个小雪呢，她不是这4个女孩子最好的啊。当时选的是另外一个是哪方面不是最好的？从技术条件哦，还有一个。我以为长得不是最漂亮。你其实真是不是最漂亮。那他怎么就专门选了你？技术也不是最好，又不是最漂亮。我们教练会评，就是会考察运动员的父母啊、身材啊。他父母不能很高，如果很高的话，他要是发育起来会很高的时候，我就会很吃力的。然后也不能太胖啊，父母也不能太胖。反正我听明白了，我女儿肯定是不行了。对，当时选材我们教练确实做了很细致的一个考虑，然后最后就全综合，然后你就有这个特权非常偶然的，也没有其他的因素考虑在内的选上了他。对，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像是一种命中注定一样，真是啊。男女双人滑是一项刚柔兼备的冰上体育项目，它要求男运动员体格健壮、有力量，能够在快速的滑行中多次完成托举女运动员的动作，要求女运动员娇小灵活，能跟上男运动员的步伐、速度，达到力量与柔美的完美结合。确实好看，比如他体重增加了，你这手上有感觉吗？他只要看我脸，然后就能看得出来我胖了还是瘦了。他赵博是掐腰。他掐腰的。因为我们做那个碾转的动作是掐腰动作嘛，一做那个动作，因为你一训练肯定要做这个动作的，一做这个他就说有点胖了啊。那怎么办呢？那减呗。就是像我们看到的，曾经张楠张浩在都灵冬奥会上所出现的那样的摔，你们有过吗？其实那时候我有做4周的时候也是摔过很重的，比他那个还重，就是摔到冰上以后，我半天爬不起来，然后那个呼吸也呼吸不了，就是摔的那种就5脏6腑感觉都挪位了似的，痉挛的那种，就拘在一起了，气儿也呼不出去，也吸不进去的那种感觉。因为刚摔完都是那种不能起来，然后要趴在冰上，要过一会儿，要把这个劲儿缓过去以后才能移动这个人。所以一般都是能在我稍微能呼吸一点啦，或者是感觉能缓过来一点的情况下，他才从冰上给我抱起来，然后抱到冰场外面。抱起来。对。那就好受多了。小雪为了做那个4周跳啊，跳跃明明知道这个跳出去了，你就会摔得很重，那一定我还要去做，而且是一次一次的去做。我觉得这种精神也很打动我们自己，就也激励着我说我们要为这个奥运会的目标去拼。当时是02年的奥运会吧，我觉得那次奥运会其实打得很辛苦，那时候就感觉好像要为这块金牌去有机会了，你应该去争这块金牌了。申雪赵宏博用惊人的胆略和毅力，经过艰苦顽强的训练，初步掌握了世界上从来没人能完成的动作4周抛跳。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上，申雪赵宏博在双人滑项目中创造了在世界大赛上首次使用4周抛跳的历史。尽管他们动作失败，2人最终只获得了铜牌，但这是中国双人滑在冬奥会历史上夺得的首枚奖牌。这个4周跳其实已经完成了，但是就是在我最高兴的一瞬间就倒下了。这不是在那个动作上失败的啊。按照现在的规则呀，他滑出去了一段1米，在1米左右，这个动作就算完成了。那么你摔倒的时候，应该扣的是你滑行的分。对，在滑行的分。
他滑得很，其实已经够了，但是心里高兴出溜。但是那时候还不是，那时候还不是这种新的规则，是另一种规则。哦，这我就没算这个。对，确实很可惜。我就想问一下了啊，因为刚一开始的时候你们俩啊，他是一个领过来的一个是吧小妹妹小队员，然后跟着大哥哥练是吧？怎么教你就怎么练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他这个地位就慢慢跟你就变成一种平等的，而不是教练和队员、哥哥和小妹妹这样的关系？哇，这经历很多，我觉得从这种坎坷的经历当中，慢慢觉得小雪长大了，也变了。我记得有一次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全队的运动员呢，在闭幕宴会上，小雪穿了一个是红色的一个晚礼服啊，因为我们每次比完赛之后都有一个宴会，然后穿着男孩子穿西装的，然后女孩子穿晚礼服，在电梯口很正式的，在电梯口的时候。我觉得小雪一下变了很有女人味道，也很漂亮，眼前一亮。对，因为我们在一起时间太长了，可以说用教练的话，除了睡觉不在一起，其他的时间都在一起。你说在世锦赛的时候，记得小雪当时受伤了。对，那时候已经到了美国华盛顿了，那时候在赛前的训练。也是做这个抛物那4周，当时就是落了以后，就把我那个就是右脚踝和膝盖给别。听到里边嘎吱一声。没有，下来以后肿的特别大，就是带上我们那个冰刀有那个刀套嘛，带上以后就是往休息室走的时候，走几步以后就已经走不了了。刚从冰上下来就已经走不了了，还是？对，我心里也在想，没什么事儿，没什么大事儿，等回去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。就那一晚上那一宿觉，我就几乎没怎么睡觉。然后我还跟别的女孩，我们两个住一个房间，然后她也有比赛嘛，我还怕耽误她休息，我就一会儿跑厕所去，就是在厕所那个浴巾铺到地上，然后那个浴巾这样卷个卷当枕头，然后还有那个冰袋。然后就因为脚特别疼，就是像针扎的那种感觉，一跳一跳的那种疼。因为那时候已经肿得很厉害。对，所以我就一会儿拿冰袋冰敷一下，一会儿看会儿杂志，然后一会儿再敷一下，然后再睡一会儿，就是这样过了一晚上。最后想到一个办法，就是打麻药。把脚踝打到麻药以后呢，它就是没有感觉的，你可以随便的做动作，就是我不会觉得痛。虽然是肿的在冰鞋里面，但是你不会觉得痛。我一共打了是几针？5针吧。打了5针，对。5针麻药，就从训练到比赛，因为不疼了嘛。然后更何况我就是从那个膝盖以下，然后整个小腿和脚是一点知觉没有的。然后滑的时候，我记得刚打完第1针麻药去训练的时候，还晃在冰上，就站不稳，就一点感觉没有。你想，就没有反馈。然后我告诉我说你把着我点滑，我说我就觉得站不稳呢。2003年花样滑冰世锦赛在美国举行，申雪右踝关节意外严重扭伤，凭借顽强意志和拼搏精神，申雪打着封闭上场参赛，两人战胜对手，蝉联了世锦赛冠军。真就这样得了冠军了。对，记得在美国的时候呢，我们第2天我抱着小雪，我跟张浩背着小雪，轮番背着小雪。你那时候也笨，你为什么就不想着推个轮椅？他脚受伤了之后，不，我觉得背着好，背着好，一直背着他，说的要去看一眼白宫，因为我们在华盛顿嘛，总想去看一眼，背着游览了美国。
像这样的事情，后来赵宏博出了一件更有名的事情，这你就背不了他了，是吧？你那回是跟腱断裂，当时是怎么发生的？在我们云南训练的时候，结果就一个跳跃，然后跳跃的时候突然间就断了，就嘎巴一下整个断了，就是跳的。你听见声了吗？那倒没有听见声。我听说跟腱尤其要断的这什么的话是能听见的。是吗？我听他们有人说，我穿着冰鞋，还有跳的那一刻，点冰的声音，点冰它本身夸嚓有一声，对，但是你当场就知这脚就变得叮了当啷了。对，感觉那个时候就更多的是恐惧，他并不是说害怕疼痛啊，还是就感觉那一刻的时候就，我突然间什么都没了，就好像我不知所措了，因为我们一直在防止说。很多人说防止别断你就没有机会去比奥运会，那个时候就总是在害怕这件事发生，它还真就发生了，还真就发生了。我那天正好也是感冒，然后就没有上那场冰，在屋正睡觉呢，还脑子有点晕晕的。然后我们队里的那个工作人员就敲我屋门说：“那个小雪，赶快收拾行李回北京。”然后我出去追出去问我说：“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啊？”然后他说：“赵模跟腱断了。”然后我就回到屋子里，就觉得本来就是感冒，脑子有点晕，再加上他说赵模跟腱断了，我就觉得你彻底就晕了。对，彻底真是晕了，而且脑子里什么都是空白的。这会儿离你们备战了这么久的奥运会还有多长时间？还有6个月多一点点。6个月多一点。对，这跟腱要长上，它大概得多长时间？一般6个月的时间。6个月时间。对，大部分的就是人都是在6个月以后，他才能正常的去稍微去活动。跑跳。咱们给观众们稍微解释一下，这跟腱是个什么玩意儿？这个基本上就是咱们有时候吃这牛蹄筋儿是吧？对。它这个人蹄筋折了，跟腱它其实周围没有什么血液循环，特别的少，然后恢复起来特别的慢，对，它在半年之内随时都有可能再断，就是有很多人都第2次断裂，就是因为下楼梯还没长好你就使它，就下楼梯，就是稍微下楼梯错一下，它都会断。当时我从那个房间收拾完东西以后，他正好在车里，这样把脚骑在那等着我。然后车里坐那么多人，一上车我俩就在那，也不管旁边有没有人了，就是抱头痛哭。那真是，就是我们2个都不停的，就是不是那种没有声音的哭，是那种好像哇哇的哭。就是对，也不管旁边有没有人。因为没有我双人滑嘛，缺了我，他肯定等于就废了，就放单飞了就。对，就像我们2个，就像双人滑，就像一根筷子一样。那根筷子断了，你这就剩1根筷子。这是怎么吃饭是吧？对啊，还不如个叉子。抱头痛哭完了以后怎么办呢？回去养着。就马上就从那边开始坐飞机。你当时哭的时候，心里想的就是说，奥运会完了。对，就是这想法，而且是不停的在重复这个想法，就奥运会完了。回到北京呢，马上田德祥大夫呢就。应该说他给我希望了，他说小伙子，不用害怕，不用着急，我半年肯定让你站起来。田老师说的，站起来，站起来，跟跳起来这差得很远。那个时候就感觉到有一根就像一个落水的有一根稻草，我抓住了，有人给我希望了。那个阶段，有很多人帮助我，还有很多的冰迷朋友，还有。为我叠了很多的千纸鹤，还有幸运星，都祝福我快点好。然后我们的队医和大夫特别照顾我们，包括我们那些教练员，那时候怕我受伤啊，那时候企业教练员轮着去照顾护理我。小雪，这也没有人跟你一块练了，还不抽功夫照顾呀？他那时候更伤心，因为。有的时候我估计在屋子里头不知道哭了多少回了，因为那时候太难熬了。那个时候
然后更多的时候在我面前是更多的笑容，强颜欢笑。我能感觉出来，也许就那一段，确实让我们的感情走得非常非常近。没错，患难见真。所以靠了很多人的帮助，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你，他才确实站了起来。这是多长时间以后的事儿？这4个月以后。4个月以后了。4个月以后。对，就是那个时候我记得还打着石膏呢，到大腿的，然后说是15天这个石膏才可以拆掉。我说不行，我3天我就受不了了。我说你给我换个短点的。他的那个跟那个大夫好好说，我说你就一定给我换，因为太痒了里面。就是他拿完那个碘酒啊，杀完这个所有这条腿做手术的时候，然后再糊上那个石膏，里面那个皮啊就起皮了就。最后我开始拿筷子往里头舌里就直痒。拿筷子伸进挠痒痒，他也不行，他那个皮都那什么了，然后肌肉很快的就萎缩了。对，关键是这个。对，很快就萎缩了，然后就腿就很细，腿整个3天要是一点力量不用的话，腿细得很快。3天就不行，然后我就跟那个大夫说，就给我换个短一点，我这样我这条腿最起码我能动一下。然后1个星期我就开始练腰腹背肌，练上肢力量。你要4个月不上冰，你上了冰，你还会滑吗？喝醉了一样，基本上就那种感觉，很飘。然后这只脚呢也打了很多的保护装置，比如塑料板啊，还有那个绷带啊、胶带啊，然后再缠上那个不干胶那种胶带，缠得死死。大力胶。他那会儿，其实我们正常穿鞋的话，现在很熟练了嘛，大约5分钟左右能穿完鞋，一双鞋冰鞋穿完。他要穿一次鞋得半个小时。那时候他的跟腱，更何况他跟腱还不是很结实的。那肯定不结实啊。对，所以我就逼着他跳，然后他就一次。你不怕他再折啊？因为那时候离奥运会已经很近了，可能就还有1个星期的时间就要走了吧。对，就如果你要如果能做的就能去，要不然折了的话也就吹了。不是，其实我那时候想法就是，如果这个动作你不成，你到奥运会赛场上，你连争冠军的希望都没有，等于就跟没去一样。那你还去这干嘛？就是还不如不去。所以想的想法不一样。他就是不敢去做那个跳嘛，还是左空一次，右空一次，然后我就在那看着跳。最后我就说放音乐，跳一次他空一次，我说重放，然后又再来一遍，还空，接着放。空就是他本来该做的动作他没做。本来做3周，他可能做2周他就不做了。我也摔了几个。对，摔了几个就证明他收了几个。给我摔急了最后。然后，就当时有6、7个人排在板墙边上，然后好多人都在那儿看着，然后除了他在那儿大声的喊放音乐，其他人一点声音都没有，给我摔急了，也是气急了。我说如果我跟腱再断的话，我把你刀杀了。你说的是吧？对，你说把你们都杀了。对，我说那好，你现在跟腱不是没断吗？那你就接着跳。比我还狠。然后我们俩又开始接着跳，然后那天到底去完成这个动作，对，跳成了一次。当两人终于站在都灵冬奥会的冰面上，赵宏博用他曾经断裂的跟腱小心翼翼地起跳时，这份坚持和坚强带给所有人的感动无以言表。优雅出色的表演让他们再次拿到了一枚奥运铜牌。我记得当时东京冬奥会回来以后，当时报纸啊、媒体上就有很多猜测了，啊，提到你们2位的时候，也用这种很闪烁其词的冰上情侣。当时你们，我就要问这话了，明确这关系了吗？
06年之后没有太明确。你们自己之间有感觉了吗？有人说出来做出表白了吗？倒是有，那个时候有了是吧？哦，就是跟我们打迷魂战的。我觉得那时候我们两个，就比如奥运会以后，可能是过了2-3天。对。其实我们真的觉得，就是奥运会完，我们就会转业不干了。但当2-3天的时间，洪波哥和我就在一起说，就说我们还要再干1年。再干1年，干一届。1年。所以07年第一发狠，我也向小雪表达了我的心意。当时你想到他事先告诉你们说我在冰上要给你个意外之类的，一点没想到。没有，一点都没想到。申雪赵宏博在共同经历了苦难、挫折、喜悦和幸福后，两人之间相携一路走来的爱情终于瓜熟蒂落。2007年世界锦标赛自由滑比赛结束后，赵宏博单膝跪地向申雪求婚。中国选手世界名将申雪赵宏博，2届世界冠军获得者，2块冬奥会的双人滑铜牌获得者。同一年，这对花样滑冰情侣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互相形容一下，对方是个什么样性格的人？我们两个人都偏内向一些吧，我觉得是这样的。他是那种不服输，然后是那种追求完美的人，他就总要求我特别高。我觉得下来自己也在想啊，可能是我做的还不够好。你没想过我怎么倒霉催的跟他一组？那小雪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？小雪，刚才你说过，她很听话，很温顺，是吧？是不是后来有点脾气啊？老大了吗？那时候那时候没发展。像那个我去都灵准备参赛之前，那种那狠劲儿，那狠劲儿出来，那一般人上不了。在性格当中还有这一面儿。我们两个人有的时候会吵架。会啊。就是今年之前的比赛嘛。自己给自己弄得好像压力很大。快到奥运会的时候。快到奥运会的时候，然后我们两个人因为动作的，而且是个很小的动作，去重复的练，然后也练不好，然后很急，我就急了，他也急了，然后我们两人回到屋里是我夏冰都没吃饭，他叫我吃饭去，不吃，然后就回屋了。去都不吃饭了，不吃饭，去都去。然后他一会儿你是吃饭还没吃饭？我给你打的饭回来了。啊，对，打的饭，给我打的饭，然后回来放我屋里，进我屋，我在厕所待着，然后他们那个敲侧门，出来，你是不是想打仗啊？他们东北人管打架叫打仗。对，给打一架，削他。然后他就是把他的那个棉衣脱了，往我床上一甩，然后这样撸着袖子就过来了。来，你是不是想打仗？给我气的，啊，那打吧，是。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。我听说你们像这样，就是常年在一起配合，就像一个眼神儿，一个微小的动作，就能够知道对方心里想什么。有这么什么吗？就不用说话，然后两人看一下，我就知道他要做什么动作。甚至他有时候就是脑子里想的东西多的时候，他嘴会说的
不一样，都说出不同的东西。我说你不用说了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就是这种。咱们今天呢，现场给你们测试一下。你们面前呢，一人有这么一个夹子，上面有纸。我来出几道题，你们在不偷看对方的情况下，咱们写一下试试，好不好？第一题啊，第一题。写什么？申雪生气时的表情，这个表现是什么样啊？生气的。这不是说出来啊，你别说出来，你自己写自己的啊。嘟嘴。你偷看别人，你写完了啊。来亮题板，亮题板。我不看。我先看你的啊，我先看你的。撅嘴，嘟嘴，嘟着嘴，嘟着嘴。我看申雪怎么写的，不一样。你看，出默契了吧？他说的是我小生气的时候。你大生气什么样啊？哦呦，连哭带说是吧？太不默契了，太不默契了。那么第二题啊，第二题是赵宏博生气的时候，你哪些习惯动作？默契点啊，自己想想啊，不要商量啊。不带商量的啊。我生气的时候，你比如我生气的时候，习惯动作就是摔东西，我摔我们家枕头。咱别商量，想一般他都是在不停的说动作，习惯动作，然后我就生气了，我先生气了，他再生气什么样我就看不着了，因为不看他了。好，我们先看看申雪的，不说话就是不说话，我怎么这又不默契了，又不默契了，来回走动，你看，这事儿有吗？来回走动，就跟那关在笼子里的狮子似的。我在我屋走，他也看不见。对。那么，如果发生了矛盾，这是我们的第三题啊。如果发生矛盾，你们谁会先让步？这比较容易点吧？啊，用什么方式来缓和矛盾？一般谁先让步？谁先服软？这就写一个就完了，怎么这么复杂呀？哪一块呀？我写的是我必须的。终于默契了一回。一般都是我去哄他，嫁给这样一个大哥哥还挺好的，不管对错，他都得来哄你，这个真好。就是用这种方式吗？就是哄一下就好。还有就是，买礼物了就。还得买礼物。对。一般其实我跟他生不起气来，有时候装生气了是吧？然后原来骗的东西好是吧？说实话。然后他就早说你们节目好了。其实也没有。有的时候他就喊1、2、3，笑。我就忍不住了。那时候，如果能忍住这一关，完了他就说咯叽咯叽咯叽，我就也忍不住了。对，所以就根本生不起气来。下一道题，申雪最害怕的小动物是什么？等我1、2、3说呀。你拿嘴说出来就行。对，1、2、3说。1、2、3说。老鼠。陈雪最害怕耗子，是吧？有一次我们去秦皇岛训练的时候，发现那个旅馆呢有那个耗子，而且特别小，这么大，然后他就站在那个床的这可不算小了，然后大叫，然后我去他屋里的时候，发现他已经站在床头上了，基本上在那个耗子，我说这。你后来采取了什么措施呢？你是一脚把他踩死了呢？我也很抓住他，还是跟他一块我就把门开开，叫别人快来打呀！我怎么听说你在温哥华给人家写了个情书？这不叫情书，不叫情书啊？对，因为正好我们其实2月14号、15号是2天的比赛嘛。对。2月14号正好又是情人节，然后也是。干嘛正好啊？它就是情人节。正好春节啊。也是我们第1场的比赛，短节目的比赛，所以就在那之前，我给他写了一个贺卡。贺卡。对，其实这带本来这带来了，给咱们念念。好。
我也祝洪博老公情人节快乐。这个情人节是我们心情最复杂的一次，但我们能做的都做了，该付出的也都付出了。无论成功与否，我们都无怨无悔。让我们开心的去面对将要发生的所有事，开心的去过每一年的情人节。好运，好运，好运连连。然后，爱你的老婆雪。2010年2月14日，奥运村。2017年就是那一次哈，记得申雪当时说过一句话，说我们什么都有了，就梦想能在冬奥会上得冠军。那么现在这个冠军你们得到了，那你们现在还有梦想吗？一个新的起点又开始了，那就是为中国的青少年的花滑冰事业去做一些事情。只能说是退出赛场，但不会退出花样滑冰。对，我觉得我们的这么多年的成绩，是由国家来培养出来的，给我们创造了很多的条件。对，我觉得这种是在国外没办法去做到的。尤其花样滑冰啊，它需要一个国力的这个强大来支撑。因为很多人认为花样滑冰它就是在欧美，它就是一个贵族人的项目。那么从我们的服装，服装从设计到材质到你要都是做得很华丽的。然后包括我们的音乐裁剪，它每一段的音乐都不是完整的，然后他又去拼，然后去做成很细致，这都是需要一定的资金和钱来支撑。所以你们希望能够在今后多做一些，等于是来回报国家。我觉得是这样，因为国家毕竟培养我们这么多年，而且包括这是大家能看到的，而且还有看不到，包括我们的队医的配备，然后还有那种科研人员，对，所以都很多人为这一个运动员去服务。当我们2个人拿到今天的奥运会的冠军，我们当时在那个场上采访也说过，这个奥运会最多的就是感谢这个冠军不仅仅属于我们2个人，是属于整个花样滑冰界，然后整个的这种为我们这个项目所付出的人的一种回报。我觉得是大家的一个心愿，但是我们2个人很幸运的是，我们2个人站在场上，对，去完成了这项使命。说得好，你们这是一个华丽转身开始一个新的事业，对，祝福你们，谢谢。我觉得你们还有一个梦想，或者说值得梦想的事情没说出来，那就是你们该有一个小宝宝了。你们有这方面的计划吗？明年吧。明年明年，或许，你们也肯定能成功的，因为幸运之星一直跟着你们。如果你们的小宝宝出生以后，不管他是个男孩还是女孩，你们会让他再去从事滑冰吗？那会吧，首先会让他去尝试，然后去往这方面引导。可能我们家现在都有小孩的冰鞋了，早就备好了。我们本来准备了个小礼物，就是一双小冰球鞋，想送给你们未来的孩子。但是如果你们已经准备好了的话，那我们就可能有点多余了。你们还想要吗？想呀，要啊。对啊。那我们就送你一下吧。哇，多好看！谢谢。正好我们家那是黑色，男孩准备的，是吧？对，你这是白色女孩。这个男孩就穿这个黑的，女孩就穿这个白的，或者这么约定吧。如果要是女孩，就划花样。对，就穿这鞋。如果男孩，我再另送一套球等。好。这朋友开心。好，谢谢。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呢，我们还有一个礼物也是我们非常夫妻一个惯例，就是送你们一个有魔力的爱情钻戒，希望做丈夫的赵宏博给妻子申雪戴上。我希望你们能用一种特殊的形式戴上它。我们平常呢是要求丈夫
要说一句什么浪漫的话，那个，你要是如果有其他的方式，那就更好。我有什么方式呢？也许你给他唱一首浪漫的歌，我都好久不唱歌了。那说明原来还是唱歌的。我就给小雪先带上吧。好，好。哇塞，这就是到婚礼的时候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？你去想一个，你去等一等，月亮都飘过。